打眼一看，眼花缭乱的，感觉不是来鉴宝的，来摆摊来了。原来的东西，收的东西啊，在哪儿买的？这北京。这是一趟收过来的吗？不是，这15年之内断断续续。花钱多吗？大概1000多万吧，1000多万吧。1000多啊，就是销这东西不好说啊。这个铅球瓶中间的有结痕，它的弄的最弄的画法符合这叫应对的。这几件当中，您最看好哪一件？我最看好这件。这件您当时收的时候花了多少钱？方便说吗？这个花了可能有600多万吧。600多万。那这4件呢？这个我咋感觉反正有，因为如果这个碗对的话，除了皇帝和皇后，什么人都用不了。我们中国有实名认证的这个碗不会超过10只，不会超过10只。三球杯全世界一共1只半，一只故宫博物院，半只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所以这个应该是上3代亲仿。不是，说实话，你这一说，我压力还挺大，你知道吗？你一说你花那么多钱，真的是。画完头上马上想冒汗了。没事啊。我们先说这个啊，他说这一对是成化斗彩三球杯。您说呢？这个东西数量就1只半，也不对。故宫明确展出的就有2只，北京故宫，台北有若干只。那么这一件呢，我们看啊，首先呢，像他说的康雍时期有官仿官，但是这件东西呢，它和后朝仿前朝没有关系。就是如果是康熙雍正仿的呢，它的落款和青花料呢，都和成化时期有较大的一个区别。它的形呢做的有点偏斗笠型的，它的这种笔触的一些填染和尤其是写款仿成化款啊，写的相对来说比成化工整一些。这些东西呢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这些东西买错了。这东西就是近些年的新仿，它的杯型拿捏的就不准确，成化的型呢做的都比较的挺拔一些。第二呢，它这个料不是平等青料，是现在调出来的一种料，又光很新亮，这就是一个电气压烧的，修足呢修得很机械，所以这是一个仿品。这个呢是诗书画艺齐全的一对碗，啊，这种应该是杏林春宴的一个题材，对，杏林春宴，珐琅彩啊。那么这一件，我怎么感觉你这可是雍正的，说实话，雍正的比乾隆的都要少。它这个是最高级的，是画的是杏林春宴加诗文的。珐琅彩是用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料，最早是康熙时期进口的珐琅料，皇帝很喜欢，然后就自己命人去督烧，在这个养心殿就设了一个窑，这些窑工的范本都是当时宫廷画师，所以你见到的很多的珐琅彩，基本上都在清宫里就它的画工，你看羽毛啊，包括里面的结构拿捏的不准确，而且里面的这种填染呢不够精细，尤其是像花头上面这个雍正的粉呢是特别有名的，是那种淡粉，极致的淡粉。你这个料呢发油，这个药的质感不好，而且呢整体的釉玻璃质很强，这釉也薄，这也是个仿品。重头戏来了啊！这个如果它对的话，该是什么水平？这我现在说不上，反正我东西应该它这个，你看这窑裂变都烧出来了。烧瓷器烧之前呢，它瓷器会有这么大，烧完以后会收缩1/3左右，但是有窑裂不代表它一定老。啊，这对，新瓷器也会烧出窑裂了。这个形叫天球瓶，最早是从中东地区的金属器演变过来的。这个叫黄靛青花，黄靛青花比青花还要名贵，所以说它风格上是永乐时期的天球瓶。首先这个龙上面虽然说是照了永乐的龙画，大家看画的是很平面，这个小孩作画的。真正的永宣的这种龙，它画的也会有立体感，线条也是非常的绵软，而且呢，像这种里面的这种笔触，这种笔触上面这个字体都很含混。这个底板虽然说你说有这种所谓的火石红，但是火石红也是电气窑烧的，我这也是个仿品。我估计今天拿来的东西大家都不大见得到。北戏那一类的，感觉这是个豆。一套的话是豆。好，你们看着啊，
哟，还能组合在一起。组合到一起都是上香的，就跟你什么一道品啥意思？会不会是也是一种盛酒用的器皿？但是它那个看着有点像那个青花瓷一样的。这就是青花瓷，在佛前供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水吧，那圣水吧，净水。净水。你从哪一个特征说这个东西是上香用的？观音啊，菩萨呀，那说明这个东西一定是跟佛教有关系。所以你看，眼睛都看不清楚。这是你看见没有？哎，它是两托，可以分开的。这个老兄讲得很对，这是一个什么净水锅，在佛前供在上面净水用的。这个我告诉你啊，是非常难得的。这个颜色给你感觉什么感觉？很舒服。大家看一下那个观音菩萨画的，慈祥不慈祥？感觉慈祥。观音旁边那个红孩，它有一个名称叫什么名称？不是叫什么童子啊？按理说是应该是那个红孩儿，但我看着有点像哪吒，因为我看他身上披着有点像混天绫，然后脚下跟他踩着风火轮一样。我也觉得像哪吒。你看，对，因为这个观音边上啊，大家都知道是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是谁呢？是红孩儿，就是牛魔王的儿子，被观音收了，做成善财童子的。他跟哪吒还有一个区别，因为哪吒脚踩了风火轮的话，他一定会还有一个嘛乾坤圈，混天绫乾坤圈嘛是标配。另外一点呢，哪吒、红孩儿和观音，他们不是一个道上的啊，不是一个道上，不是一个系统。问题来了，猜猜什么年代？清代的吧，应该是中期的吧。看起漂亮，但是不一定是老。这个东西做的特别好，应该是中期的。那就晚期的吧，因为我感觉早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很少。这东西10万块钱，要不要？不要。斩钉截铁不要，为什么？我感觉这是清晚期民谣的。有款没有？没款。没款。对，5万，我要。我觉得应该再贵一点，因为成套现在能保存下来真的很不容易。下面这个是什么？大家可以看看啊，上面是观音、善财童子，它这还有一个鸟，看到吗？拿了一个佛珠。下面你们看到没有？这是夔龙、鱼龙变化，鲤鱼跃龙门，就是什么？古龙都讲究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对呀，读完书可以做什么？做官啊，鲤鱼跃龙门了吗？所以这件东西啊，好在什么地方？第一，全套的；第二，你们看这颜色舒服吧？非常舒服，蓝白分明。这是翠毛蓝，就是这个颜色像个翡翠的鸟一样的，非常蓝。翠毛蓝是什么呢？明末崇祯和康熙早期。当时你当什么时候买的？康熙，看到吗？这是一个童子嘛，童子那个法器都高手。这个夔龙是鬼头龙啊，这些特征都指向这件东西，要么就是康熙，要么就是新的。这件东西啊，第一，这个釉质看见没有，特别白，因为我们康熙的时候很多都是亮青釉，就是发亮的。这个你看不发亮，微微有点乳浊状。可是呢，这个青花特别蓝，蓝和白非常分明，给人感觉就视觉效应非常舒服。那这种啊，就是最典型的矿物料那种呈现出来的那种特征。所以这件东西啊，就康熙时期的正品。那还要不要再涨价啊？12万，12万。我感觉这个没有款啊，并且是民谣的东西，这个价格啊，10万有点高。我觉得15万应该可以。你刚刚说8万吗？后面起码要加个0，我给他的一个市场售价80万。啊，80万。80万。对呀，你这样的东西80万，就现在这个行情出去，保证有人要。来送上我们华谊之门的收藏证书，恭喜您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陈老师你好。好，你好。洛阳有个古玩城，然后我们家最早在下面有一个摊位，当时旁边有一个摊位，后来他不干了，他就把他的东西都给我们家了。具体给了多少钱，这我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摊主不是我，是我妈了。对，这个字画我感觉特别漂亮，我觉着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拿过来让您给把关。行。一股山水。这是谁的作品啊？应该是姓胡佩恒。这不是齐白石的挚友吗？哦，是。北方山水画的泰斗，他的画
也是价值很高的。往往名头越大越炫乎。对呀、因为它名气大，它仿品就很多嘛。我家人让周边人看过，有人说真的，有人说是假的，说真的是说人家的层次感比较齐，而且笔锋很有韵味。假的就说看得太真了。冷安是他的字号。胡佩恒实际上是齐白石的伯乐。当年齐白石到北京没人认，主要是木匠出身。这个胡佩恒在年轻的时候都发现这个齐白石的艺术的造诣，就是说极力推崇。后来他们也就成了至交了。而且他还为齐白石出了第一本齐白石画集。齐白石为了报答他，把他的儿子胡图收为关门弟子。所以后来胡佩恒的儿子也是个大画家。我们还记得齐白石的有一句话，就是作画贵在是与不是之间。这句话呢，实际上是胡佩恒给他记录成文字的，所以说也作为这个齐白石的一个对中国画的一个至高的一个理论。这一幅画通篇一看，古意盎然，山重水复，云雾缭绕，亭台楼阁布置的恰如其分，干笔与湿笔交替使用，使这个水墨非常的融合，把这个山石的郁郁葱葱的这一面表现得非常的厚重，有云雾缭绕、虚无缥缈这一种山水画的意境。所以说这幅作品经鉴定，这是一幅近现代京津名家胡佩恒先生山水图的真品。哇！被说人笑的那个嘴都红了。说半天这是假的。来，你先说说你心里这个预估价是多少？多少都不太满意。看来这个野心不小啊！你说是野心，我说一个字贪。对，感觉想捡大漏了。我就再估个5万吧。说完5万之后，这大哥这个明显笑不出来了。8万，我感觉到值800万。800万给您，您要吗？我如果有钱的话，真要。虽然当时的名头大，后来确实是被齐白石啊等其他的一些京津名家名气给埋没了。他的贡献在文化的贡献大，但艺术上目前呢确实是地板价。这幅作品呢近3平尺，我给他的参考估价是人民币5万元。哎，一看就是没有达到大哥的心理预期啊！心一下掉下去喜形于色。恭喜您鉴宝成功，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，恭喜您！谢谢，谢谢。反正我是没见过红的碗有这种防烫隔热的这种效果。这个是个玉鹅，我看不出来，关键是奔李老师来的。大家看到吗？它美吗？美。按现在的审美来说，您的这个脸型比这个要流行了，这个太大了嘛。这玩意儿就是那个皇上每天拿着。这个就是官窑，如果是完整的话，那一定是7位数。